每个回收能给钱啊！我好有钱，看这些都是钱。太冷了。如果有一天你得了诺贝尔奖，可以来这里领一个免费的冰淇淋。这是爱因斯坦的亲手笔记。开房车从中国到欧洲，我们来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。自驾房车去冰岛，这是我们来到的第5个国家首都。宫崎骏的动画片很多都以这里为原型，同时也是诺贝尔的颁奖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斯德哥尔摩市区了。这个城市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每年诺贝尔奖都在斯德哥尔摩颁布。这个斯德哥尔摩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一个事儿啊！哇，它滑得好快啊！这边收费是1小时15人民币。斯德哥尔摩呢，其实是宫崎骏动漫《模拟宅急便》里面的原型城市。动画片里有很多的景是在这里取的。那边有座桥是中国造的，造完之后从中国拉过来的，太牛了，分成好几段把桥拉过来了。第一眼以为看花眼了，仔细一看，这个车带了个耳机。本来跟拳头我俩说过来溜达溜达，结果往这一坐，发现啊，感觉真好。我俩就在这里坐了半个小时。嘿，你好呀，你也在这里晒太阳吗？在这发呆，发呆，发呆，发呆。斯德哥尔摩这边的洗手间呀，5克朗一次，大概3万多钱一次，刷 Visa 卡。Later， 我没有口袋，然后我拿着卡进去，把卡放一边，出来的时候忘记拿出来了，绝了！我们需要找人帮忙才行。哦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OK。Thank you， 就放在里面，天哪！瑞典其实也是有国王的，他的地位呢就跟英国的英国女皇一样，象征着国泰民安。这个王宫守卫好年轻哦，这是他们国家的国王。这个意思是他当了50年的皇帝。游客是可以参观的，我看现在好像在维修。哎呦，这个国王年轻的时候还蛮帅的呢。这个建筑是当地很有名的老房子，很多纪念品的钥匙扣啊、冰箱贴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里的配色真的非常的童话。这里就是有名的诺贝尔博物馆。如果有一天你得了诺贝尔奖，可以来这里领一个免费的冰淇淋。我们去就要花钱了，给大家先尝一尝拿诺贝尔获的冰淇淋什么味儿。这个诺贝尔博物馆呢是140克朗一个人，一起来沉浸式体验一把获得诺贝尔奖的感受。这个宣传页呢是一个语音介绍，然后有很多语言选择，可以选择中文。冷知识：诺贝尔没有数学奖。伊丽莎白女士就是一个重要啊，主打一个祝您青春永驻 ，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。这位呢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，他致力于研究衰老过程的课题。人啊有个端粒，这个端粒呢在每次细胞分裂它就会变短一点，慢慢变短，然后人就感亡了。然后他在想如何来延长这个端粒呢？他就研究了一个延长端粒的端粒酶，也就是说有这个端粒酶之后，它就可以延缓衰老，就像这个鞋带一样。如果鞋带没有鞋帽的话，它就会散开，就会出现问题。它有了这个鞋帽之后呢，就可以更好的保护这个鞋带。所以说端粒酶呢就像是鞋带的帽，它实际上呢就是长这个样子。知识的光芒，这就是居里夫人研究出的镭，浩克是你的浩克。当然，它不可能把这种放射物质公然的摆出来。其实下面是绿色的灯，这要是一瓶瓶镭，那还得了啊！小孩一喝嘎了。是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的居里夫人，就是她发现了镭。它每一层都是她的相关资料，比如说她告诉你居里夫人之前住在哪里，这是她当时笔记本的原稿。哦，有哎，这是爱因斯坦的亲手笔记哦。这个爱因斯坦呢，我们就不用过多介绍。我之前有解说过他的《爱因斯坦传》，他这个人总体来说很传奇的。不过很大原因是因为他妻子的帮助。如果没有他妻子的话，他也不可能站到他现在的高度。他妻子之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，然后他的很多篇论文呢是他妻子帮忙发表的，因为他那时候很忙，在上班，有一个公务员的职位。他就没有时间去写论文，完了呢，他的妻子就不断的去论证，有了他现在很多著名的论文。这里还有点吓人呢，是不是一个很诡异的房间？2个诡异的人。有没有理科生在背上？每年的12月10号是诺贝尔奖的颁奖时间，都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。然后这里面有写说可以让小朋友尝试穿得像去参加颁奖一样的着装，这里的衣服可以让他们去试着穿。我觉得对小朋友很友好，让他从小就有一个啊，我长大以后我要得诺贝尔奖，我加油！甚至专门给他们在这放了一个领奖台，恭喜小妖同学获得诺贝尔旅行奖。我感谢我的父母、我的家人，还有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对你来说有点勉强。就是给小朋友去沉浸式体验的地方吧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给我钱，然后我卖给你个面包。比如说，你看到一头驯鹿，你可以拿它砸死驯鹿。要相信人类。这个房间主要就是
给小朋友逛的，让小朋友了解这个生物学。然后你看它这个做的还是挺好的，什么心肝脾胃肾呀，哎呀，还可以清晰让你看到这个肺的结构、肺泡啊，有点吓人啊，画面逐渐失控。这里有一只好小好小的果蝇，能看到吗？又到了全师傅最喜欢的环节，买纪念品。看看诺贝尔博物馆里面的纪念品有什么？看他们商店里有卖这个元素周期表的杯子，理科生狂喜。这是诺贝尔博物馆它里面的纪念品，有卖很多名人传记，这是中文的版。我们的莫言老师看了一下冰箱贴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，诺贝尔的抽象炸药。这个很有趣，祝你永远年轻，青春永驻。拿这个吧，诺贝尔的抽象炸药。其实冰箱贴和这个明信片可以搭配使用。在诺贝尔博物馆的旁边有一个餐厅，可以尝到这里的一个冰淇淋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呢，他都可以拥有一个免费的晚宴。这个晚宴呢是很多厨师费尽很多心血然后做出来的一个晚宴。然后这个晚宴里面呢有一道就是冰淇淋。今天呢，我们只能吃到这个晚宴的冰淇淋。这个冰淇淋呢是125克朗一份。今天呢，我先帮各位感受一下，以后你们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冰淇淋啊是个什么味道。他还带了一个诺贝尔奖牌的巧克力。好酸，树莓冰淇淋，它上面是棉花糖，然后是酸酸的树莓，下面是很甜的冰淇淋。下面这应该是奶油冰淇淋，很甜，所以它还挺有层次的。它里面很脆，然后外面是一层巧克力皮。这个周边做的很有趣啊，尝一下，比较甜的巧克力。这个巧克力就是普通的巧克力，底下奶酪很酸，口感不错。就是说这里啊，之前的诺贝尔获奖者参加晚宴的时候，想带多少人都可以，但是一般呢，大家就带1-2个人，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，他把全村的人都带过去参加了晚宴。从此之后，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这个福利就变成了一次只能带14个人过来参加晚宴，真全村的希望。当地一个习俗呢，就是他们很喜欢回收再利用，所以他们的衣服呀、首饰啊有很多中古，就是二手啊、中古啊有很多。我们去逛一下，里面有一些非常老的这些银饰啊之类的，大多都是银制品，然后水晶。这边就是年代比较久，然后他们就会回收这些饰品呀。拿银杯喝什么好呢？这是个手环，感觉戴上它马上要变身了。满月女王，这是什么？青龙偃月刀吗？难道这边的王公贵族也戴这个指套？这不是清朝的达官贵人戴的吗？这不是指套，是胸针。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看的，老板卖我1200克朗，我在想要跟他砍个价。这是银加绿松石，卖800多人民币。就是这个石头稍微有点坏了。它这个二手的应该很久了。刚刚在这个中古店旁边的那个韩国的阿姨，她会说一点中文，她让我们帮她翻译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用英文帮她翻译，然后呢再用中文告诉那个阿姨。然后她呢买了4个勺子，走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再见。这里还挺多房车的嘞，晚上这边风一刮还挺冷的，小姚同学回去换衣服。太冷了，好了，我可以了，我要回车上换衣服了。小白胖的优点就是可以随时随地上车换衣服。这边动物保护法很严格，就是说宠物狗在家不能超过几个小时，所以一般要上班的话，就得把狗寄宿到这种宠物学校，1个月3-4千人民币。这边出租车基本上都是宝马、奔驰，然后起步价是750克朗。这是当地的情趣用品店，这么奇怪，非常有艺术氛围。看这个当地的信箱还挺有特色的，就是刚刚那个房子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来吃一家瑞典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家店，是我们这次的朋友带我们过来的。今天晚上呢，顺便请他吃个饭，走。我们坐在吧台吃饭，这是他们店一个特色汉堡，219。小姚同学点了一个北极鲑鱼，就是这个价格都是瑞典克朗。这样喝会更好喝吗？不会更贵。原来这个肉丸子是这样子的啊，跟宜家的那个完全不一样。我的也还不错啦。我这就是可乐汉堡，这个汉堡肉是现做的，就是现煎的，自己做的肉饼，然后自己煎的。哦，它烤的好焦啊，我感觉这个应该味道还不错的样子，希望不要辜负我的期待。奶油味很足，它的皮很脆，料是偏酸口的，应该是属于解腻吧，酸酸的土豆泥，整体吃起来还挺好吃的。我觉得这个鱼还挺新鲜的。
小东说一定要让我们尝一下这个肉丸，它应该是手工做的肉丸，对吧？对。而且你看它这肉丸比一家大多了，它这是手工做的肉丸，应该是个猪肉丸，然后外面有这个烧烤酱，它是当地的果子，一种云莓，然后配着土豆泥，还有这个肉。这个好吃，它比宜家的好吃多了，是吗？那好吃多了，这是纯肉做的，而且这个野果上面有果浆，所以它们整体没那么腻。这个肉很紧实，不是这汉堡太大了，特别大个，所以得切开。这个汉堡感觉比肉丸好吃，它那个肉特别嫩，特别有嚼劲。它这个全是手工自己做，不是那种工业化的那种汉堡饼。然后里面应该也是一种蓝莓酱，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，嚼到后面还有一股那种蓝莓果酱的那种回甘的酸甜。可以，它里面有洋葱碎，然后这肉饼很香，比我想象中好吃哎，这个汉堡。这个应该是这3道菜里面最好吃的。这是瑞典4大名菜，吃了3个汉堡、肉丸、煎鱼，还有一个牛排，986克了。其实差不多这边的消费，毕竟3大名菜。现在跟朋友一起去超市，他会带我们去找那种大块的牛肉块，然后拿到他家去把它爆成片，这样就会变成牛肉卷。到时候就可以吃火锅了。我们到时候去冰岛吃火锅。现在送朋友回去，去超市买点东西。转了一天啊，现在太阳下山了。哦，看我抬头看到了什么？这里有人玩热气球。快看，热气球终于让我逮到它了！我们来北欧第一次见到热气球。我们现在去小腾家。There was once a day that I would pray for you. I'd go and misbehave just so you'd notice too. Sneaking looks up and down from across the room. And damn, what a hell of a view. I feel good, you look great. I like you, I can't wait. 我们这一天喝剩下的瓶子，这些瓶子需要回收的，然后每个回收能给钱。一个一般是2克朗。啊，我好有钱！看这些都是钱。我们去这家买牛肉，我们现在去把瓶子都给它换成钱。这跟个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一样啊，真的。哦，这是2克朗。哎，再来一个，这都是钱。然后他就会给一个代金券去里面买东西。一共是14克朗，14克朗可以买几瓶气泡水了，一下子就变成了有钱人。这个肉还挺划算的，133克朗，2斤多，133克朗。哇，这个也挺划算的，这个是羊肚。哇，这个羊肚啊，这个这么多98克朗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划算。当地是真不吃这个内脏的，这么多羊腰子，53.34克朗，这太划算了。那人民币才30多块钱，用了14块钱代金券，然后花了613克朗，我买了这么多，在这边涮火锅，我觉得还行啊，挺划算的，将近700块钱。哇，这个大户人家啊，他的屋顶全是太阳能。哇，这个羊肚真的是太多了。我以为是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也以为是空的，我想着这么便宜，是不是？没想到它是这么瓷实啊！我天呀，这都没切完，一个都没切完呀，这就切了大概个3/4吧，3/4切了这么一大盘出来。这肉挺新鲜，还泛着五彩的光芒。哇，这个就和好了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再加一点灵魂香菜，不吃香菜的可以不用加。这是小腾家切片机爆出来的牛肉。我们亲测在瑞典这边吃火锅很划算。啊哈哈，牛油火锅底料真不错。真不错，本来打算蹭个切片机，但既然来都来了，就一起吃个火锅。最后，希望大家点赞支持，青山不改，这是长溜，咱们下期再见。